嘿，王太你好，大家好。上周我们不是陪朋友从新加坡过来，带他吃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吗？对吧？由此啊，我想到一个话题，我也没有跟你讲是什么，我就想马上讲给你听，看看你的反应。就是大马吃的是不是很丰富？对啊，什么都有。但是不论什么店啊，只要你去的时间够久，和老板变成朋友啊，你都能吃到7种东西，这是我的发现。7种东西。我就一个一个来说给你听，看看你和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是不是可以认同。 OK， 好吧。第一种叫做坐着陪你吃。哦，你懂我讲什么吗？我懂了我先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我们刚到大马，我们家楼下有一家良雅龙亚，对吧？那个男的老板每次点菜，一开始你还觉得很奇怪，对不对？他就拖一个凳子就坐在你旁边。我不要太紧张哦。可是后来你再想想看，这种情况是不是蛮多的？像我们大厨的 Andy 他也会陪着我们，像我们去石美这个肉骨茶，对，我发现老板也是坐在旁边呢。有没有？瑞记猪杂汤也是对吧？他也会坐着。强记鱼丸粉都是。说起来，对，是不是第一种吃？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有几种可能性啊。一个呢，我们做吃的老板他都有一定的年纪，他常年他站着，他的腰其实也不是那么舒服，又等着你们点很慢，有时候要看半天。同时呢，我觉得他没有把你当外人，他有时候坐着就跟你当朋友一样，会问你最近怎么样啊？去哪里玩啦？我们刚来的时候，那老板不经常问我们吗？为什么来马来西亚？习惯吗？还记得吧？你为什么不觉得这是一种米其林的服务？你还记得我们以前去吃米其林餐厅的时候，就是大厨也不是坐着呀，不是，就是你吃到一半的时候，大厨会从厨房里面出来，然后跟你问哔哩吧啦问一堆，对吧？那个时候我觉得好烦呐，就是我本来就想好好吃一顿，但是我看到很多网上的评价说，大厨是不是出来给你吃饭，就是看你是不是懂他。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泰国一家米其林吃的时候，他就一直在踱步观察我们的那个表现嘛。对，所以你说我们不就是享受了米其林般的大厨的服务吗？我想讲的第3点呢，其实我细想一下，就是和你讲的类似。就这个老板或者这个大厨，他觉得他心理上跟你是平等的。一种是说，不是说你只是客人，你一定要高高在上，我要陪着你。另外一种就是你讲的，就我们其实是可以做朋友的这种平等。这是第一种吃哦，这才讲第一种哦，大家有什么感觉呢？第2种吃，你听听看有没有啊？我做了小笔记啊，说老板会推荐给你吃，他会跟你讲，你可以尝一下我们这个啦，或者我这种搭配会怎么样好啊，他会非常主动的该销给你背雷。对，确实是好几家都是这个样子。你有没有什么回忆啊？来讲给我们听一下。回忆啊，就是去吃石美肉骨茶的时候，因为它的部位很多嘛，你只要问一下老板今天有什么推荐，然后可能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在奥利布诺欧卡吃饭的时时候，也会问一下说，今天的这个海鲜是新鲜的吗？还是说是冷冻退冰的？他们都会就跟你讲嘛。对，上次肉骨茶就是，你说要点一个部位，老板说不要，今天不美，不美我不会卖给你。对，我们大厨也经常是这样的，对吧？好，第2种吃，好，那么再来第3种吃，就又进一步咯，还是给予你的哦。是跟你关系更好了，是什么呢？怎么说？免费请你吃这个是经常有的，确实是。你想吃那个瑞记猪杂汤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一阵子没去了，老板就送一碟炸猪肠。对，我们很早的时候，老板就是这样。我很惊讶，还没有把我这个脸贴在他的那个档口前面，我们也没有很深交的时候，他有时候只是希望说，你再尝一下，或者你经常来。对吧？就像我们去强记也是，老板有时候默不作声的。不能说。我不是有一个东西，就是他给到我们那个芽菜嘛。对吧？看到我们朋友，我们当然也有点习以为常了，内心是很感恩的。而且强记老板他经常就是告诉我们说，不要去讲，不要发到网上去，就是老板觉得说跟你有缘分，也许他不是每一个客人来他都能够给到这样的一个 treat。对，再说你最近吃的那个雍记牛肉面，对吧？也是，当然你说，今天怎么有点肥？老板默不作声端出一碗加上汤的，又美美的你爱吃的精肉的部
感动到了，因为一整份嘛，因为他又卖很贵的啊，他这个牛肉面对不对？对，因为我完全没有是想要跟他吐槽，我只是有一点像如实陈述，因为我也已经吃完了嘛，那碗全部都吃完了，我已经准备好是要去付钱，没想到老板来了这一招，我觉得真是太真诚了，就是对吧？这口痛心疾首，所以这肥肉都不吃，这精华呀，他说。哎呀，你看这第3种吃有没有？是有的哈。第4种老板也会给你吃的是什么呢？叫做应该说就是你不用点着就能吃。怎么理解？这个经常有，对吧？我们观察其他老板，就是一些客人很熟的坐下来说，老板说，哎呀，今天是点什么？看你咯，你帮我搭配咯。我们也是这样的，对不对？有时候会说，这十美肉骨茶不用点了，不用 menu 啊，对不对？对，还有就是在大厨那边 Olive Noco 我们吃生鱼片的时候，就是他可能到了周末到了几种鱼，然后就跟他说，哎，你给我们拼一拼，看一看我们今天人数，随便帮我们拼嘛，然后我们也不用问价格，也不用考虑到底是哪些鱼啊。最极致来讲，他就有 omakase。对。那最普通来讲，我们刚认识他的那一年，你还记得吗？我们很起劲的一直要去，后来跟他数是为什么？是因为朋友跟我们讲，哇，他好多 off menu 的，你就问他今天有没有什么和牛啊？有没有特别的一些东西啊？导致你每次去你都不看菜单，你都会直接问说，哎，今天有什么？对，今天有什么新鲜的，有什么好料？对，不，以前都是说今天有什么特别，现在也学了他们这边说，今天有什么好料？好料，对啊。我看很多店啊也是啊，我想你们应该也都有吧？一个电话打给老板娘，帮我搭配我平时要的那些或者今天有什么东西你不会是照着菜单来点吧？我们去的那一家喜来登在沙登的这一家根本就是没有菜单的，跑进去全部就是说是什么什么呀，就开始写了嘛，对吧？这是1、2、3、4第4种号，第5种那就开始不是给你吃了，这个跟老板关系要更进一步了，就是不做给你吃。就是不做给你吃呢，就有点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老板觉得这种不行，达不到他的标准，或者今天这个食料不够美，他就不想给你了，那就不卖给你不卖给你或者你请他说，老板你能不能这样做，他就说不行，这个不行的，这个超乎我的他的这个对自己厨艺的要求了，或者超过他的厨艺上的审美了，他觉得不行他很有原则，他不行的，就经常跟你 say no 的。讲完这个5种，大家有什么感受啊？如果有 echo 的话呢，赶快来跟我们补充一下你所碰到的老板有趣的事情。最后还有2种我想到的第6种呢是什么？是买了给你吃。照理说，你看我们去的对吧，都是老板，他希望在你身上赚到钱，那个才是对的。但是有些老板他会买一些其他的东西，不是他的东西，他准备好的，他来给到你吃。对的，对吗？像我们大厨这里当然也就经常吃到啦，他们家乡带来的什么东甲的有时候那个什么绿豆饼，对吗？上次去吃肉骨茶的时候，老板还买了旁边的马草鸡。对，那个很贵，还有半只鸡送给我们吃，我们才吃了100块的肉骨茶罢了，4个人才吃到100块，他买了半只马草鸡给我们吃。对，还有他自己在巴生买的那些客家的糕点。就这样，对，2大盒就这样给到我们。其实他去巴生看病，明明是自己的，看到我们有朋友来说来分享给你我经常可以吃到，对吧？他就给你分享这些糕点。这个是非常有爱，非常有心的。对，还有一些就是老板关照不许发到网上去说的，我们就不说了。对，这是这个就是我想讲的第7种，最后一种，老板有可能前面都讲不给吃和给吃，这个呢也是给你，但是非常非常特别，就叫特别做给你吃。因为既不是在他的菜单上，也不是在他的 off menu 上，不是其他档口的，是什么呢？是他的拿手好菜。他说你来我特别做给你，我去买到什么原料，他想把他的毕生所学，有可能连在他这个档口都不适合出比方说他档口是做一个粉或做某一种饭，他爱做的是某一个海鲜，有可能会是这样子的。他说哪天你过来，我做给你吃。我们有碰到过这样的老板。对，但我们也绝对不会告诉他我们哪天会过来，所以就是不想让他去花额外的精力，就是去操劳嘛，对吧？这个就是互相体谅。
哎，对，有没有这么多吃？对，有一些确实，我刚刚说的时候，我其实很迟疑不太愿意去说这个店家的名称啊，没关系，你反正就是我们就不说嘛。这个老板反复强调不能说，我们就不要说。但他真的有一手拿手的好菜，那你可以讲讲啊，他这个特别的案例里面特别做给你吃，那个老板他特别做什么给你吃，有什么特别？这种可以吗？我们讲菜嘛，不讲名嘛，不讲这个店嘛。哦，就是他说他是乡下的朋友，他自己养的鸡，然后有自己做的一些调料，然后这个东西他可能怕我们讲出去之后，有其他的这个顾客就问，哎，老板这个你有没有？就是就怎么说呢？哎，我们不讲这个店嘛，对吧？他自己做的一个调料。而且呢，他还要教你怎样煮哦。我第一次煮了不好，他还直接是这样的。第一次呢做完以后，我们很 show off 给老板看，老板我们煮好了。再去吃的时候，老板说：“你那天照片再让我看。”我就发现这个颜色不对啊。没有，他是当天晚上你 WhatsApp 之后，他就很着急，电话直接打过来了，记得吗？哦，对，我忘了，他直接打电话过来。你看老板，我紧张死了，之认真啊，我们都快睡觉了。他说不对啊，你这个颜色不对啊，你是不是少放了麻油？麻油没有？哎呦，然后你只能怎么样？下次去老板跟你讲要怎样做，你也要必须答应老板。必须要重新交作业，重新再来做好为止。是我是没有想到一次做失败了，然后过了一次就去他店里面去吃东西，他就坐下来，就像以前小时候老师检查作业，我就是作业没有做好，就是他一脸严肃像教导主任的样子说，哎，你上次颜色做的不对，要再做一次啊！我跟你讲，要把这个麻油买对啊，麻油的牌子也拍给我。哦，对，说这个你拿去，对吧？然后说调料不够，我这里再给你拿。对啊，那你再看你在大厨的 Andy 身上也学到了很多擂茶啊，什么辣椒鸡啊，都从他这边学到了。他是教你做吃啊，哇，这个那是 off 我们今天呢讲到的7种吃了。但是我讲了这7种吃啊，我们再来想想看，作者陪你吃，推荐给你吃，免费请你吃，不让你点着吃，不做给你吃，买了送给你吃，还有特别做给你吃。还有一种，我有补充一种 ，OK， 就是直接把店里的原料送给你，然后教你说不要在我这里买了，自己回家煮了吃，一样的可以更省钱，对吧？不是更省钱，就是随时随地，你不需要护着我的营业时间。对，你还记得吗？对，对啊，这倒也是一种。拿我的原料去，拿我的供应商去。我炒好的咖喱给到你，你买一只鸡切，然后炒一炒，放我的咖喱过去，味道一模一样。我心想，哎，我说老板，我真的是懒惰猪，我能不能就买2份咖喱鸡回去？他说不要，我把原料给到你，自己煮就可以了，不要来买了。啊，这又是某一个会煮咖喱的老板。那你看，我们讲了1、2、3、4、5、6、7啊，还补充了8、9，你还在老板这里吃到过什么呢？请来回忆啊，来 comment 一下。那么这个时候，我来问一下王太，我们看到了这么多不同的吃，这个背后你看到一些什么？你体会到一些什么呢？我觉得体会到了一种入乡随俗的感觉。为什么这么说？就像我刚刚讲，一开始来到马来西亚，你说那个梁亚楠那个老板坐到我旁边点菜，我很紧张的，因为我不知道跟他讲什么好。一方面是他讲的这个大马华语，当年我还不是很听得懂。第二个就是我也不知道什么合适，什么能够问，什么能够讲，所以就很忐忑，所以我心里面经常是祈祷不要过来。到现在我已经非常泰然自若了。就有的时候我确实也没什么跟老板去聊，然后或者我就是很想吃东西，然后老板坐在我身边，有的时候我们会有长久的安静，就当一种陪伴，对吧？我也不会觉得很尴尬，坐立难安。对呀，我觉得就是入乡随俗，有心安。那你看今年我们回来的时候，梁亚就关门了，是，对吧？其实它是一种，就像你讲，一期一会，因为它本身就是人情，人情没有说保质期一定会很长，它是一期一会的。可是每一次交汇，每一次我们获得的谈笑和开心的背后，是很独特的，很难得的，真的让我们最后回忆来看，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体验和生活和生命的过程。对啊，就像《红楼梦》里面以前有林黛玉说过的话，他说人生总是要散的，所以还是不要去聚了。但是我觉得反过来讲的话，因为人生总是要散的，所以每一次相聚我们就享受它，享受那个
那个当下，它在你人生当中留下了很有意思、很美好的那个画面。对，对啊，这样就不如就去好好相聚，好好体会，对吧？对，坦然的不要留遗憾，对吧？坦然接受这种一期一会，但是坦然处之，而且去享受这个中间的美好和过程。对的，而且每一次老板对待我们好的时候，我们也会力所能及的做一些事情去回馈他。我觉得就是在这样的一来一往当中，我们这样的细水长流下去，真的是来日方长。我一点都不担心说以后会有什么样子的离别，因为我们每一次相聚总是非常愉快嘛。不知道有没有激起大家的一些回忆啊？欢迎一起来 comment， 我们看到大家很多的回复，给我们了解到很多的故事，才是很开心的。有什么可以 promote 一下我们的 OK For Love We Cook， 我们也希望跟大家一期一会。我们的一期一会对，长久我们已经关闭了的一个服务就是刺身级别的挪威三文鱼做成刺身的这个服务，我们最近又准备对，我都忘了上线了，对，刚刚上线，一期一会。对，因为有欣赏它的顾客们反复的会问到说什么时候可以再做，我非常高兴告诉大家，对，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恢复了，对，又拿出来了，虽然不是免费请你吃，但欢迎你来预定吧。好，今天我们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Thank you 啊， Thank you， 拜拜。